林峰的工资条上赫然写着实发3200元。清晨5点17分，天还没亮透，林峰已经骑着他那辆骑了3年的电动车出现在站点。他的头盔边缘磨出了白边，手套上有3个破洞，都是跑单时摔的。过去3个月，他每天工作16小时23分钟，一共跑了1872单。系统显示应发工资23600元，这是他给女儿攒的手术费，1分都不能少。就这么多，爱要不要？林峰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王强说他超时12单扣2400元，差评8个扣4000元，工装损坏扣500元，站点卫生费扣300元，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管理费扣了13200元。周围的骑手都低着头，没人敢说话，他们都被王强克扣过，只是没人敢反抗。这些扣款都不合理。王强嗤笑一声，把工资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，纸团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落在林峰沾满油污的鞋子上。那种被人当面羞辱却无力反驳的感觉，比刀子还疼。而此刻的他正在被这种疼一刀一刀的凌迟。不服你就滚蛋！林峰弯腰捡起地上的工资条，慢慢展开，他的手在微微颤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愤怒。女儿还在医院等着做手术，他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拼尽全力，却还是被人看不起。不是我们不够好，而是他们戴着有色眼镜。我知道了。他转身走出站长办公室，跨上电动车，镜头缓缓推向他的背影，他的肩膀微微耸动，却没有回头。今天还有47单要跑，他不能耽误时间。没有人知道，林峰的口袋里藏着一个录音笔。下午6点42分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，马路上水花四溅，所有的车都开得很慢。林峰穿着那件已经漏水的雨衣，正在赶一个超时只剩3分钟的订单。他的电动车已经跑了8万公里，刹车早就不太灵了。为了不超时，他只能加快速度。千万不要超时！突然，一辆小轿车从旁边的巷子里冲了出来，林峰猛地捏紧刹车，车轮在湿滑的路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黑色痕迹。电动车侧翻在地，林峰重重地摔在地上，餐盒飞了出去，里面的汤洒了一地。车主下车就给了林峰一巴掌，打得他嘴角流出了鲜血。林峰顾不上疼，爬起来先去捡餐盒，单已经撒了，这单不仅白跑，还要赔客户28元饭钱，再加上平台罚款50元，这一交摔掉了他78元。对不起，我赔你钱。车主不依不饶，非要林峰赔他2000元修车费。周围围了很多人，却没人愿意帮他说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便利店工作服的女孩走了过来，她手里拿着纸巾递给林峰。你不能这样欺负人。李雪拿出手机说要报警，车主这才骂骂咧咧的开车走了。林峰看着地上撒了一地的饭菜，又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超时提醒，心里一阵发酸。他今天已经跑了32单，还差15单才能完成今天的任务。就在这时，王强的电话打了过来。王强因为林峰摔车，又罚了他200元。晚上10点15分，林峰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站点，他的膝盖摔破了，裤子上沾满了泥水，胳膊也擦破了一大块皮。王强正坐在办公室里玩手机，看到林峰进来，立刻拉下了脸。他说林峰摔车影响了站点的好评率，必须罚款200元。罚款从工资里扣。林峰没有说话，默默地把电动车停好。他今天一共赚了217元，这一罚等于白干了一天。他走到站点门口的便利店，想买1桶泡面当晚饭。李雪正在收银台值班，看到他受伤的样子，心疼地皱起了眉头。我帮你包扎一下吧。李雪从柜台下面拿出医药箱，小心翼翼地帮林峰消毒、包扎伤口。他的动作很轻，生怕弄疼了他。这是林峰来到这个城市3年，第一次感受到陌生人的温暖。他的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眼泪。谢谢你，李雪。李雪笑了笑，递给林峰一个热乎乎的包子。他说这是店里剩下的，不要钱。林峰接过包子，咬了一口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他想起了远在老家的女儿，他也喜欢吃包子。等攒够了手术费，一定要带她来吃最好吃的包子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林峰点了点头，把剩下的包子小心翼翼地包好，放进了口袋。他要留着明天早上吃。走出便利店，雨已经停了，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，洒下淡淡的光芒。他跨上电动车，准备再跑几单夜单。他不知道王强正在办公室里策划着一个更大的阴谋。王强把所有的好单都派给了自己的亲戚。早上7点30分，早高峰开始了，站点里挤满了骑手，大家都在等着系统派单。林峰的手机响个不停，
却全都是一些远单、难单、爬楼单，而王强的侄子王小胖却一直在接写字楼的好单，一单顶林峰3单。太不公平了。老周已经在站点干了5年，是资格最老的骑手，他也经常被王强克扣工资，却一直敢怒不敢言。林峰看着手机上的派单记录，心里很清楚，这是王强在故意针对他，因为昨天他质疑了王强的扣款。我又接了个大单。王小胖故意把手机举得高高的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，他一个月不用怎么干活就能赚1万多，而林峰累死累活却只能拿到几千块。周围的骑手都露出了羡慕又嫉妒的眼神，却没人敢说什么。我去跑单了。林峰跨上电动车，驶出了站点。他知道抱怨没有用，只有多跑单才能多赚钱。他今天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要跑50单。为了女儿的手术费，再苦再累他都能忍受。我看你能撑多久？王强嘴角勾起一抹阴狠的笑，他就是要逼走林峰，因为林峰跑单太多，影响了他侄子的收入。而且他听说林峰在收集他克扣工资的证据，必须先下手为强。就在这时，林峰的手机收到了一个投诉，客户投诉林峰偷吃外卖，平台罚款500元。下午2点18分，林峰正在吃午饭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平台发来的投诉通知，说有客户投诉他偷吃外卖，罚款500元。林峰一下子就懵了，他从来没有偷吃过任何一份外卖。他立刻给客户打电话，想要解释清楚。我没有偷吃外卖。客户根本不听他解释，说他打开餐盒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块炸鸡。林峰回忆了一下，这单是他中午11点42分取的，12点05分送到的，全程没有离开过电动车，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他。偷吃外卖，罪加一等。王强又趁机罚了林峰300元，说他损害了站点的形象。林峰看着王强那副得意的嘴脸，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王强搞的鬼，是王强让他的亲戚故意投诉他，就是为了让他干不下去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林峰坐在站点门口的台阶上，手里拿着那桶已经凉了的泡面，一口也吃不下。他已经连续3天没有好好吃饭了，每天只睡4个小时。他这么拼命，只是想给女儿攒够手术费，为什么就这么难？李雪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她递给林峰一瓶矿泉水。我相信你没有偷吃。他说他相信林峰的为人，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林峰看着李雪真诚的眼睛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在这个冰冷的城市里，还有人愿意相信他。林峰决定去找平台申诉。平台客服告诉林峰，申诉失败。上午9点27分，林峰拨通了平台客服的电话，他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，还提供了他的行车记录仪视频。视频里清楚的显示，他全程都没有打开过餐盒。然而客服却告诉他，申诉失败，因为客户坚持投诉。这太不公平了。客服冷冰冰地说，平台只相信客户的话，骑手的证据不算数，如果他再纠缠，就会永久封禁他的账号。林峰挂了电话，感觉天旋地转，他辛辛苦苦跑了这么久，却连一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。早就跟你说过没用。王强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结果，他跟平台的区域经理是拜把子兄弟，别说一个投诉，就算是10个100个，他都能搞定。林峰在他眼里就是一只可以随意捏死的蚂蚁。认了吧，斗不过他的。老周拍了拍林峰的肩膀，叹了口气。他以前也申诉过，结果跟林峰一样，在这个站点，王强就是天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反抗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林峰把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备份到了 U 盘里，他知道现在还不是跟王强撕破脸的时候，他要收集更多的证据，等到合适的时机，一次性把王强扳倒。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所有被王强压榨的骑手。就在这时，医院打来了电话，医院说女儿的手术不能再拖了。下午3点14分，林峰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医生说女儿的病情加重了，必须在1周内做手术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手术费需要5万元，现在还差2万多。医生，再宽限几天？医生说最多只能再等7天。林峰挂了电话，蹲在地上抱头痛哭。他已经把所有能借的人都借遍了，再也借不到1分钱了。女儿是他的命，如果女儿有什么3长2短，他也活不下去了。王强假惺惺地走过来，我可以帮你。他可以借给林峰2万元，但是要林峰给他打一张3万元的欠条，而且以后每个月的工资都要扣1半给他，直到还清为止。你这是趁火打劫。
王强冷笑一声，说这是林峰唯一的机会，如果不答应，就等着给女儿收尸吧。周围的骑手都低着头，没人敢说话。让我想想。林峰走出站点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。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难道真的要向王强低头吗？就在这时，李雪找到了他。李雪把自己的积蓄全部借给了林峰。晚上8点52分，李雪在公园的长椅上找到了林峰。她看到林峰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里很心疼。她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递给林峰，说这是他工作3年攒的25000元，让林峰先拿去给女儿做手术。我不能要你的钱。李雪说，钱以后可以慢慢还，但是女儿的病不能等。她相信林峰的为人，也相信他一定能度过这个难关。林峰看着李雪真诚的眼睛，眼泪再次掉了下来。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是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孩给了他希望。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林峰给李雪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他说他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她，而且会付利息。李雪笑了笑，说利息就不用了，只要他女儿能早日康复就行。我不干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林峰来到站点，把辞职信放在了王强的桌子上。他再也不想忍受王强的压榨了，他要用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的赚钱，给女儿治病，也给李雪一个交代。你会后悔的。王强恶狠狠地说，他会让林峰在这个城市再也跑不了外卖。林峰没有理他，转身走出了站点。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他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。王强看着林峰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阴狠的笑。林峰用3200元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路。上午10点17分，林峰在58同城上花800元租了一个10平米的地下室，又花1200元买了一辆2手电动车，剩下的1200元留作流动资金。他的同城配送服务就这样正式开张了，没有招牌，没有员工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一切从头开始。林峰印了500张传单，在小区和写字楼里派发。他的收费标准是3公里以内5元，每增加1公里加1元，比平台便宜2元。而且他承诺超时必赔，损坏必赔。一位大妈接过传单，半信半疑地问林峰说，他没有平台抽成，所以可以便宜一点，而且他会比平台送得更快，服务更好。大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让他帮忙送一份文件到对面的写字楼，保证10分钟送到。林峰骑着电动车，只用了8分钟就把文件送到了。大妈非常满意，当场就给了他5元钱，还说以后有活都找他。这是林峰创业以来的第1单，虽然只有5元钱，却让他看到了希望。我赚到第一笔钱了。林峰把这5元钱小心翼翼地放进钱包里。这5元钱比他以前赚的500元还要珍贵，因为这是他靠自己的努力堂堂正正赚来的第1笔钱。王强很快就知道了林峰自己干的消息。王强联合平台封杀了林峰的账号。下午2点45分，林峰正在给一个客户送水果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平台发来的通知，说他的账号因为违规操作被永久封禁了。林峰一下子就懵了，他已经辞职了，平台为什么还要封禁他的账号？这是恶意封杀。林峰立刻给平台客服打电话，客服却说他违反了平台的竞业协议，在离职后从事同行业工作，所以必须封禁账号。林峰知道这肯定又是王强搞的鬼，他就是要断了林峰的后路。我说过你会后悔的。王强给林峰打来电话，得意洋洋地说，他已经跟所有平台都打过招呼了，没有一个平台会录用林峰。林峰在这个城市再也跑不了外卖了。李雪听说了这件事，非常担心林峰。那你怎么办啊？他劝林峰回老家算了，这里太欺负人了。林峰摇了摇头，他不能就这么走了。他走了，那些被王强压榨的骑手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。我还有办法。林峰决定彻底脱离平台，做纯私域的同城配送。他要靠自己的口碑，一点一点的积累客户。虽然会很难，但是他相信，只要他用心服务，就一定能成功。就在这时，林峰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第一个回头客给林峰介绍了10个客户。上午9点32分，林峰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是上次那个大妈打来的。她说她的邻居们都觉得林峰的服务好，价格又便宜，所以都想找他送东西。他一下子给林峰介绍了10个客户。真的太感谢您了。林峰挂了电话，激动地跳了起来。这是他创业以来第一次接到这么多订单。他立刻骑上电动车，开始挨家挨户地取货送货。虽然很忙很累，但是他心里充满了干劲。
张阿姨是大妈介绍的第一个客户，她让林峰帮忙送一个快递到儿子家。小伙子真勤快。林峰不仅按时送到，还帮张阿姨把门口的垃圾带了下去。张阿姨非常满意，说以后所有的快递都让林峰送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林峰就是这样，每次送完货都会主动帮客户带垃圾下楼。就是这个小小的细节，让他赢得了很多客户的信任。很多客户都愿意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与邻居。晚上，林峰算了一下账，今天一共跑了28单，赚了156元。虽然不多，但是比在平台跑单赚得多，而且不用看别人的脸色。李雪特意买了2个菜过来庆祝他开业大吉。我就知道你能行。王强看到林峰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气得暴跳如雷。王强派人砸了林峰的电动车。凌晨1点23分，林峰送完最后一单，回到地下室。他刚把电动车停好，突然从黑暗里冲出来2个蒙面人，拿着铁棍就往电动车上砸。铁棍砸在电动车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，车灯碎了，车把歪了，轮胎也被扎破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林峰冲过去想要阻止他们，却被其中一个人推倒在地。2个蒙面人砸完电动车就飞快地跑了。林峰看着被砸得稀巴烂的电动车，心疼的眼泪都掉了下来。这是他唯一的谋生工具，肯定是王强干的。林峰不用想也知道，这肯定是王强干的。他就是想毁掉林峰的谋生工具，让林峰干不下去。林峰坐在地上，看着满地的碎片，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无助。李雪听说了这件事，连夜赶了过来。她看到林峰受伤的胳膊和被砸坏的电动车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人没事就好。他劝林峰报警，林峰摇了摇头，说没有证据，报警也没用。林峰把电动车推到修车铺，花了380元把它修好。虽然花了不少钱，但是他没有放弃。我不会被打倒的。他知道，只要他不放弃，王强就永远赢不了他。就在这时，老周找到了林峰。老周决定辞职，跟着林峰一起干。上午10点17分，老周来到了林峰的地下室。他看到林峰正在修理电动车，脸上没有丝毫的沮丧。我受够了王强的压榨，决定辞职，跟着你一起干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林峰说，现在他这里还很困难，没有稳定的订单，也没有保障。老周笑了笑，说他不怕苦。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，我相信你能成功。老周当天就向王强递交了辞职信。老周没有理他，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就来到了林峰的地下室。欢迎你加入。林峰紧紧地握住老周的手，这是他的第一个员工，也是第一个相信他的同行。有了老周的加入，林峰的信心更足了。他们2个人一起跑单，效率提高了很多。王强听说老周跟着林峰干了，气得把杯子都摔碎了。我看你们能撑多久？他没想到居然有人敢背叛他，他决定要给林峰一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跟自己作对的下场。王强又想出了一个更恶毒的主意。王强故意低价抢单，想要搞垮林峰。上午8点30分，王强在小区里贴出了告示，说他的站点推出优惠活动，3公里以内只收3元钱，比林峰还便宜2元。很多客户看到后都取消了跟林峰的订单，转而找王强的站点送。好多订单都取消了。老周看着手机上一个接一个的取消通知，急得团团转。今天一上午，他们只接到了3个订单，这样下去，他们很快就会撑不下去的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王强站在小区门口，看着自己贴的告示，得意洋洋。他就是要用价格战，把林峰彻底搞垮。他有的是钱赔得起，而林峰赔不起。我们不降价。林峰说，价格战是最低级的竞争方式，他们拼的不是价格，而是服务。只要他们的服务足够好，客户一定会回来的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老周虽然心里没底，但是他相信林峰的判断。他们继续像以前一样，用心服务每一个客户，帮客户带垃圾，帮客户搬东西，超时必赔，损坏必赔。1个星期后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王强的低价服务遭到了客户的集体投诉。上午9点45分，王强的站点被客户围得水泄不通。原来，王强为了降低成本，招了很多新手骑手。你这是什么服务？大妈说，她让王强的骑手送1份蛋糕，结果骑手迟到了40分钟，蛋糕也摔烂了。王强不仅不赔偿，还说大妈事多。大妈非常生气，就召集了所有被坑过的客户，一起来找王强讨说法。大家冷静一点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低价策略居然会引来这么多投诉。我要找林峰送。
很多客户都后悔了，纷纷给林峰打电话，让他帮忙送东西。林峰的手机响个不停，订单一下子就多了起来。订单根本接不完。老周看着手机上满满的订单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现在终于明白林峰说的话了，拼价格永远拼不过拼服务，只有用心服务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。又有3个骑手决定辞职跟着林峰干，林峰的蜂鸟互助队正式成立了。上午10点整，在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，林峰的蜂鸟互助队正式成立了。加上林峰和老周，一共有5个人，他们都是被王强压榨过的骑手，都想靠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的赚钱。我们一起加油！他们约定要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制度，没有克扣，没有罚款，多劳多得，赚的钱除了必要的开支，全部分给骑手。我们终于自由了！老周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他干了5年骑手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过。以前在王强那里，他每天都提心吊胆，生怕被扣工资。现在他终于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。祝你们开业大吉！李雪特意买了一个蛋糕过来庆祝互助队成立。他看着林峰自信的样子，心里由衷的为他高兴。他知道林峰一定会成功的。我要毁了他们！王强通过监控看到了互助队成立的场景，他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没想到林峰不仅没有被搞垮，反而越来越壮大了。他决定要亲自带人去砸了林峰的地下室。当天晚上，王强带着5个人来到了林峰的地下室门口。王强带人闹事，被警察当场抓住。晚上11点32分，王强带着5个混混来到了林峰的地下室门口，他们手里拿着铁棍和砖头，准备砸了林峰的地下室。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，突然警笛声响起，2辆警车开了过来。不好，快跑！王强看到警察，吓得转身就跑，但是已经晚了，警察很快就把他们全部抓住了。原来林峰早就料到王强会来闹事，所以提前报了警。跟我们回派出所。警察给王强和他的手下戴上了手铐，把他们带回了派出所。因为故意寻衅滋事，王强被拘留了15天，罚款5000元。太好了，活该！互助队的骑手们都拍手称快，王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他们再也不用害怕王强的报复了，可以安心的跑单了。这只是开始。林峰知道这只是第一步，他还要收集更多的证据，揭露王强克扣工资的罪行，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为所有被王强压榨过的骑手讨回一个公道。王强在拘留所里还在想着怎么报复林峰。王强被拘留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站点。上午9点17分，王强被拘留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站点，所有的骑手都欢呼雀跃，他们终于摆脱了王强的压榨。很多骑手都纷纷联系林峰，想要加入他的互助队。我要加入你们。仅仅1天的时间，就有12个骑手联系林峰，想要加入互助队。林峰的队伍一下子就壮大到了17个人，他们的订单也越来越多，已经覆盖了整个城区。王强，你惹大祸了。平台的区域经理给王强打电话，把他臭骂了一顿。因为王强的事情，平台受到了很多投诉，影响非常不好。区域经理说，等王强出来，就撤了他的站长职务。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林峰给新加入的骑手开了一个会，他宣布了互助队的规章制度、透明的工资制度、公平的派单机制。你真的做到了。李雪看着林峰意气风发的样子，心里充满了骄傲。他当初没有看错人，林峰真的是一个有担当、有能力的人。15天后，王强从拘留所里出来了。王强刚从拘留所里出来，就被撤了站长职务。上午8点30分，王强刚从拘留所里出来，就接到了区域经理的电话。区域经理说，因为他的不良行为给平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，所以决定撤掉他的站长职务，并且永不录用。你不能这样对我。王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撤掉站长职务。他跟区域经理是拜把子兄弟，他以为区域经理会保他，但在利益面前，所谓的兄弟情一文不值。这是公司的决定。区域经理说完就挂了电话。王强站在拘留所门口，感觉天旋地转。他当了5年站长，捞了不少钱，也得罪了不少人。现在他被撤职了，就像一只丧家之犬。站点的骑手们听说王强被撤职了，都欢呼雀跃。他们终于可以不用再受王强的气了。王强被撤职了。很多骑手都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离开了站点，加入了林峰的互助队。王强看着远处林峰互助队骑手们忙碌的身影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毒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他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林峰，他发誓一定要报复林峰。王强偷偷地收集了林峰的一些资料，
王强举报林峰无证经营，想要搞垮他。上午10点12分，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林峰的地下室。他们说接到举报，林峰无证经营，要查封他的地方，还要罚款2万元。林峰一下子就懵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哪里违规了。我有营业执照。林峰不慌不忙地拿出了营业执照。原来他早就料到王强会来这一手，所以在互助队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办理了营业执照和相关经营许可证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核对了证件，发现一切都是合法的。他们向林峰道了歉，就离开了。王强躲在远处，看到这一幕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他没想到林峰居然这么有先见之明。怎么会这样？王强的阴谋又一次落空了。他现在一无所有，而林峰却越来越成功。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甘和嫉妒，他不甘心就这么输给林峰。他还有最后一招。林峰知道王强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，他肯定还有最后一招，那就是鱼死网破。但是林峰不怕，因为他手里有王强克扣工资的所有证据。林峰决定主动出击，向平台举报王强。林峰拿出了王强克扣工资的所有证据。上午9点45分，林峰来到了平台总部，他把一个 U 盘交给了平台的负责人。U 盘里有王强3年来克扣骑手工资的所有证据，包括工资条、录音、聊天记录，还有100多个骑手的联名举报信。请给我们一个公道。林峰说，王强在担任站长的5年里，一共克扣了骑手工资超过100万元。很多骑手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他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王强装进了自己的腰包。我们会严肃处理。平台负责人看完证据非常震惊，他没想到自己的手下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。他立刻成立了调查组，对王强的事情进行全面调查。谢谢你，林峰。老周和其他骑手都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他们被王强克扣了这么多年的工资，终于有希望要回来了。是林峰给了他们希望，给了他们尊严。王强听说平台在调查他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知道自己这次在劫难逃了，他赶紧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准备跑路。就在王强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警察找到了他。王强因涉嫌职务侵占被警方逮捕。下午2点37分，警察来到了王强的家里，将他当场逮捕。经过平台调查组和警方的联合调查，王强在担任站长的5年里，利用职务之便，一共克扣骑手工资127万余元，数额巨大，已经构成了职务侵占罪。我认罪。王强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，终于低下了头。他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。他说他后悔了，但是已经晚了。太好了！所有被王强克扣过工资的骑手都欢呼雀跃，他们终于讨回了公道。平台也发布了公告，会在1周内将王强克扣的工资全部返还给骑手。终于结束了。林峰看着天空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这几个月来，他经历了太多的困难和挫折，现在终于雨过天晴了。他不仅为自己讨回了公道，也为所有的骑手讨回了公道。你真棒！林雪走到林峰身边，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。他为林峰感到骄傲，也为自己感到幸运。他没有看错人，林峰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平台负责人找到了林峰，想要跟他合作。平台出资100万，跟林峰合作成立公司。上午10点整，平台负责人来到了林峰的互助队。他说他非常欣赏林峰的管理理念和服务精神，平台愿意出资100万元，跟林峰合作成立一家同城配送公司，由林峰担任总经理。为什么选择我？负责人说，林峰的互助队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服务质量是最好的，客户满意度也是最高的，而且林峰建立的公平透明的制度非常值得平台学习。我有一个条件。林峰说他可以跟平台合作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公司必须保留原来的制度，所有的骑手都要享受公平的待遇，不能有任何克扣和罚款。我答应你。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了林峰的条件。他说平台就是要跟林峰一起改变整个外卖行业的现状，让所有的骑手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。我们成功了！所有的骑手都激动地互相拥抱。他们从一群被压榨的底层骑手变成了公司的股东，他们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林峰的女儿也成功地做了手术。林峰的蜂鸟同城配送公司正式开业。
上午9点58分，在一片鞭炮声中，林峰的蜂鸟同城配送公司正式开业了。公司现在有56个骑手，覆盖了整个城市。他们的口号是用心服务，公平对待每一个人。我们开业了。林峰和平台负责人一起为公司剪彩，周围站满了公司的骑手和客户，大家都为林峰感到高兴。林雪也站在人群中，看着林峰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林峰说，没有大家的支持，就没有今天的蜂鸟公司。他会永远记住自己的初心，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，为骑手提供最好的待遇。爸爸成功了。林峰抱着刚出院的女儿，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女儿的手术非常成功，很快就能康复了。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承诺，给了女儿一个健康的身体。林雪走到林峰身边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一家3口紧紧地抱在一起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温暖而美好。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王者，不过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拼尽全力的奋斗。林峰的故事还在继续。